咸湖区人民法院就咸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苏达涉嫌强奸一案，不公开审理。现在开庭。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吉平市咸湖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吉先检刑诉2019-021号。陈姐，哎呦，杨大姐，哎，你们家老曹身体恢复怎么样了呢？挺好的，现在越来越好了，能够自己站30分钟了。哦，那就好。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尽管跟我说。不用，之前老请假就挺麻烦您的了。现在他越来越好，我就能安安心心上班了。哎，杨大姐，哎，你呀，你是咱们院的元老，9部那么年轻人还靠你来掌舵。要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尽管跟我说。哎呦，您言重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不过我能保证，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好的，你开会去。对对对，好，走了。本院认为，被告人苏达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吉平市咸湖区人民法院检察官雷旭、杜子瑜。被告人，你对公诉人所举的证据有什么异议吗？我有异议。我没有强奸江小杰。公诉人需要讯问被告人吗？需要。好，被告人苏达，现在由公诉人对你提出讯问，你要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被告人，你对公诉人所提出的哪些证据有异议？我没有强奸江小杰，我们是自愿发生关系的。刚才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第4件证据，显示你自己供述了你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整个过程，请你做出合理的解释。审判长，是否需要公诉人再一次向法庭展示这件证据？被告人需要展示吗？不需要。请被告人对该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我当时正在集训，警察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高强度的训练很长时间了。接受讯问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被告人，在后续的3次讯问笔录里，你的供述和第1次完全吻合，请你做出解释。被告人，你在供述之前和供述过程中，身体上和精神上是否受到过压力？审判长，辩护人在诱导被告人。辩护人，请注意你的言辞。被告人苏达，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跟被害人江小杰什么关系？审判长，我觉得公诉人这个问题涉及个人隐私，涉及犯罪的隐私不该被法律保护。被告人，回答我问题：你跟被害人江小杰什么关系？我们相互喜欢。但是在我们公诉人刚刚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滨海公园，你曾经先后6次跟踪被害人江小杰，这是喜欢的表现吗？我那不是跟踪，我是悄悄保护他。他经常去公园里画画，因为很多人都认识我，
所以我不得不隐藏一下自己。但是在公诉人向法庭展示的鉴定意见和现场勘验的这个笔录当中，能够证明你在和被害人江小杰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暴力手段，这也是喜欢的表现吗？我们喜欢这样做，不可以吗？那就跟江小杰的证词截然相反了。他是在跟我赌气。审判长，被害人江小杰要求出庭。江小杰在公诉人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的陈述，足以表达了他的观点。鉴于江小杰系未成年人，法庭暂不支持被害人到庭。这是被害人江小杰自己强烈的愿望，而且江小杰出庭确实对本案审理有利，请法庭予以考虑。好，法庭同意江小杰出庭作证。江小杰愿意站到法庭上来指认犯罪，很勇敢。接下来就是把你知道的说出来，法律会还给你一个公正。江小杰，在法庭上，不管有任何问题令你身心不适的话，可以马上提出来，也可以拒绝回答。好的。那我们开始。2018年9月17号，滨海公园小木屋，苏达和你发生关系，你是自愿的吗？江小杰，我在问你话，滨海公园的小木屋，苏达和你发生关系，是你自愿的吗？请你回答我，你们两个人发生关系，你是不是自愿的？是。请重复。我和苏达发生关系，是自愿的。审判长，公诉人申请暂时休庭。这被火烤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看来啊，我还得跟您多学习。这专业的事儿啊，还是得专业的人干呀。怎么回事？你们家什么情况？你们知不知道，当年推翻之前的陈述要负多大的法律责任？这什么后果你们想过没有啊？我有什么变动，能不能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你们这叫什么意思呀？休庭结束，请各位入庭。开庭了，进去。江小杰，在你向侦查机关的陈述中，为什么指认被告人强奸你？你是在跟他赌气吗？是。为什么赌气啊？因为他经常陪我去公园画画，还悄悄保护我，我就被他感动了。我们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以为他会跟我谈恋爱，没想到他后来就消失了。审判长，我的问题暂时先到这里。
下面，请公诉人询问证人。江小杰，你与被告人发生过几次性行为？1次，只发生了1次性行为，那你为什么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怕怀孕。经心理评估显示，你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是焦虑症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心里这么焦虑？江小杰，公诉人向法庭展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里证明，被告人在与你实施性行为的过程中，对你采取了暴力手段，你怎么解释？他是用了暴力手段，但是我自愿的。江小杰，别再问了。我来替他回答。其实全都怪我就是想寻求刺激。闭嘴吧！别再说了。审判长，为了更好的还原事实，我建议让江小杰陈述全过程。你在说什么？他未成年。为了还苏达清白，我认为江小杰有义务说明真相。你是不是人啊你？他还是个孩子。审判长，我坚持让江小杰详细陈述事件经过。你们俩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这时候，你是不是人？贾连海，咱们回家，赶紧走，走。小杰，小杰，小杰，小杰。休庭，赶紧送医务室。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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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下班了。主任，生气也没有用，我们马上跟法院申请延期审理吧。没想到我们未检的案子也这么复杂吧？对，没想到这么点的小孩都敢当庭推翻自己的陈述。结束之后去趟他们家，我跟他妈妈再聊。我马上通知大力。去查一下他们家的账户，最近有没有新的进账？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走吧。但是，你觉得有用吗？什么意思啊？我说延期审理，你觉得真的有用吗？就如果我们不及时拿到新的证据的话，没有意义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现在很明显啊，江小杰就是要替他开脱。如果我们不拿到最新的证据的话，苏达非常有可能被无罪释放。这对江小杰公平吗？孩子可以糊涂，他们家长背后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但是我们是检察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底线，必须要延期审理。不，你现在延期审理目的是什么吗？串供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们省里办大案要案的领导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吗？这是未检案件，能不能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啊？一定要延期审理。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杜主任，说这个案子吧，我是主办检察官，所以出了任何后果，我来负责。至于具体的原因，我找时间给你和陈姐来解释，好吗？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真不相信上级院来的格局和高度。走吧。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做的多次笔录，
依旧是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我们依旧可以证明被告人苏达强奸犯罪的事实成立。审判长，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言辞证据完全吻合。江小杰是自愿与苏达发生性行为，并非强奸。因此，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我非常感谢江小杰能在这种时候顶住重压，还被告人以清白。审判长，无论如何被扭曲和粉饰，真相永远是真相。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公安机关和我们检察机关所获得的所有证据，足可以形成闭合链条。我们希望得到法庭的尊重和采纳。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推翻了相应的供诉和陈述，本案的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用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苏达实施强奸行为的唯一结论，需经审判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择日审判。喂，苏达已经没事了。事实证明，陈姐你还是很有能量的呀。行了，以后还是少给我找点麻烦吧。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被告人苏达辩称，被害人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辩解并无确实证据，本院无法采信。但指控其构成强奸罪的证据尚不充分，无法排除苏达与江小杰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合理怀疑。本院本着疑罪从无的刑法基本原则，对存疑的强奸罪依法不予认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人苏达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的第2日起的10日内，向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真不少，给现金不准了。老板说了，这次不能留转账记录。哎，走。你之前赌博欠下的窟窿，你老婆刚给你补上吧？要是再让他知道你死性不改，他会怎么着啊？啊，还有你那宝贝闺女，要让他知道他亲爱的爸爸是个赌鬼，他会怎么看你？我是个商人，但我更是个母亲。你想用钱堵住我们家嘴，我告诉你，我绝不让别人这么欺负我女儿。您想好，如果药品批号有问题，你有可能要赔上整个医药网。
你舍得吗？我无所谓，我可以从头再来。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你拿什么从头再来？你总得有命才能从头再来吧？你什么意思？张律师，车祸致死3人，主动投案自首，得判几年？7年封顶。谁小的王八蛋！你敢动我家人，你试试！江林海，小青。真是越担心什么越来什么呀！啊！现在网上的舆论铺天盖地，一边倒。市院的领导也来过几次电话，我真是有点招架不住了。你们让咱们院很被动。陈建不是我们，是我，跟他没关系。所有后果我来承担，因为是我坚持不申请延期审理的。我说雷旭啊，你好好想想，你擅自做这个决定，你让小杜怎么办？谁替他负责？网上的舆论在不断的发酵，你们想好了应对的方案了吗？虽然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但是舆论是可以压死人的。9部刚刚成立。你们急于干出成绩来，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办的是未检案件，你们应该认识到它的特殊性，也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收敛一点，不要再找麻烦了啊！哥，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摆平了这件事儿。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你操心了。说到做到，必须的。哥，今天法院来了不少记者。我担心这件事儿，到时候会闹得满城风雨，会影响我的前途，还有咱们战队的声誉。所以哥，你还是得给我找找关系，把那件事情给压下来吧。你踏踏实实训练，争取拿出好成绩来。这些事儿不需要你操心啊。哥，放心吧，我一定多拿几个冠军。加油！好。我真有急事儿啊，对，把他家庭住址发给我。好嘞，谢谢小廖，肯定给你保密。你在哪儿呢？我手机充电呢，你打给我了？对，我打给你了。你下班了，怎么没在家呢？你怎么知道我没在家？我敲你门没人开啊。你怎么
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呀，你人因为你哎呀，行，人家不让说。你别问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有急事找你。主任，我都下班了，还得跟你汇报工作吗？不是，咱还有点正事要说嘛。不是，急事，咱俩必须面谈，好不好？我可以理解是之前在法庭的事儿，你想跟我解释吗？理解正确。那为什么在院里的时候你不说呢？院里要能说，我就不至于上你们家来堵你了。10分钟以后，我们家楼下见。好了，哥儿几个，一定爱训练的啊！拜拜。放开我！谁呀？不管我谁，欺负小田转孩子！你衡量一下你自己实力，知道吗？啊！替谁撑腰啊？放开我！放开我！别动！滚！苏达怎么样？哦，没事儿，蹭破点皮，已经去包扎了。你叫什么名字？周乔。为什么跟苏达打架？欺负我朋友。谁是你朋友？管得着吗？小子挺有性格，经常在咱们这儿上网打游戏，他爸见一次揍一次，凑了还来。技术怎么样？哦，技术好，心态稳。让肖经理考察一下，看看怎么样。啊，行。这儿没那事儿了，出去玩吧。以后别打架，危险。刚好10分钟。辛苦。啊，椰子，你不是跟我有重要的事要说吗？这个也很重要。杨大姐他们一片心意，我不是不行吗？别浪费。他们对你也是好心，只是不知道你对椰子过敏。哎，就像是我们想对江小姐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孩子对什么过敏一样。李孝言，我们也做过调查了，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家的账户最近也没有新的入账。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那些记者有点问题？是啊，我们这个案子没有公开审理，而且，事后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很厚的红包。你的意思是，这些记者的背后是有人操控的？所以你在法庭上坚持不延期审理，是为了让这个背后的操控者掉以轻心？我知道这样对这个孩子呢，很残酷，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这个案子给我的感觉挺不好的。11年前，我刚进到我们院里的时候，经手办的第一个案子跟他非常类似，嫌疑人无罪释放，后来那个受害者精神失常。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要收集证据，延期审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关注网络上的舆论。
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小姐，怎么了？啊，梦见什么了，闺女？别怕啊，妈妈在呢。怎么了，闺女？你告诉妈妈梦见什么了？别害怕，说话呀，小姐。闺女，你怎么了？闺女，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姐，妈妈给你跪下。妈妈错了，都是妈妈的错。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妈妈没有保护好你，闺女，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说句话，妈妈错了，小姐，你说句话，都是妈妈的错。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妈妈没有保护好你，闺女。开始了。是。和你预计的时间差不多。小柳，在。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去处理。那人家会不会质疑咱们检察院啊？会配合吗？顾不上那么多了。你们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没有被用化名，担心这两个孩子出问题。
你说，怎么了？小杰怎么样啊？哎呀，公司刚安排完，我这就往回走了。他现在正睡觉呢。哎，你早饭买了吗？你叫他起来吃啊！他这2天身体太虚了，别再有什么事儿。那我去看看他，待会儿给你回过来。小杰啊，小杰，哎，云云，子瑜姐姐，我从昨天晚上开始联系不到小杰了，现在网上又出来很多新闻，我有点担心他。你先别着急啊，我试着去找一找，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好吗？好。喂，雷主任。哎，江先生，因为今天出了一点舆情嘛，所以我想让你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情况。她，小杰她不见了。几点开始不在？我刚刚下楼买早餐，一回来她就不见了。哎，主任，别着急，你先在家守着，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我现在和我的同事马上去一趟你们家老房子。